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修一台台式电脑，这个电脑的问题是开机没有任何反应，里边的风扇也不转。像这种情况，我们需要把电脑打开，然后找一下主板上面的开机线。这个主板这儿有写的是符号，像这个 PWR、SW， 这个就是开机键。这个对应的它的插座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黄线和白线。这个就是开机线，这个是我们把这个转下来，转了以后，这个上面写着就这个 PUW12，这是开机键。然后我们排除一下是不是开关的问题，我们然后直接连一下这两个角，连一下也没有反应，没有反应的情况就是证明这个开关它应该没问题，还是不启动。然后我们把这个主板上这个电源线给它拽开，拽开以后，我们再单独测下这个电源，看它能不能正常启动，看电源坏不坏。在这个电源上面，我们首先找到这条绿线，绿颜色的，然后我们找个镊子或者是铁丝啦、导线都可以。给它短接一下这个绿线和这个黑线，直接给它短接一下，看一下这个电源的风扇转不转，如果不转，就证明这个电源它有问题，坏着了。现在这个电源它没有任何反应，风扇也不转，这个电源也坏了，我们换个电源再试一下。我们拿一块新电源插到主板上面，然后把这个开机线再给它插到主板上。我们就开下机，再试一下。好，现在可以正常启动了。它的问题就是电源坏了。像这种故障也不需要任何仪器，特别简单就可以把电脑修好。好了，视频分享到这里了，再见。乐视电视机显示不正常，花屏，上面全是竖道，看不清屏幕。像这种情况都是有个通病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维修方法。我们来看这台电视机呢，是客户给我先视频的时候，看着图像是花屏的。但是呢，我去上门再来检测的时候突然间发现电视机开机有声音，黑屏，屏幕任何显示都没有，而且是黑屏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把它给拉回来了。我们拆开后来看一下，像其他品牌的电视机呢，一般出现有声音黑屏，大部分都是背光灯条坏了。而这个电视机呢，我们不用考虑背光灯条，因为它的前提呢是电视机开机的时候是先花屏，然后才黑屏。还有一些问题呢，就是来的时候是花屏，或者我们拆开以后检查完以后，它会变成黑屏。像这种情况一般电视机呢，特别是乐视的电视机都有一个通病。一般这种情况呢，大部分都是我们来看，把这个铁板先拿掉，大部分都是连接屏幕这边的这个逻辑板的问题。它坏了以后呢，其实它不单单只影响电视机图像的问题，它也影响就是电视机背光的问题它有两个功能的，它也可以控制背光灯。像这普通的电视机呢，我们遇到电视机花屏的时候呢，维修的时候一般都是把屏幕上面的排线给它抠开，用橡皮擦一擦，一般都可以解决花屏的问题。如果解决不了，就是上面这个逻辑板坏掉了。而乐视电视机呢，它就是有个通病一般它的问题都是用一段时间，先是花屏，然后呢，慢慢的就会出现黑屏。像这种情况都是上面这块逻辑板的问题，因为这个逻辑板厂家设计的时候是有缺陷的。电视机在工作的时候，开机的时候，上面这个芯片会发热，而且非常的烫手，它设计的不合理，非常烫手。时间长了以后呢，就会把这个板给烧掉，烧坏以后它就会显示不正常。这个逻辑板呢，我已经换好了，然后手里边这个是换下来的。你看一下这个芯片背面，这块呢已经烧的颜色发黑了，说明这个芯片在工作的时候温度非常的高，时间长了以后就会把它给烧坏。换好这个以后呢，你来看一下，现在开机了，显示一切正常，都没问题的。但是呢，这个芯片刚开了一会儿用手摸着芯片非常的烫手，那么它还会用不长，还会烧坏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给它加装一个散热片，这样呢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散热的作用。散热好了呢，它一般就不容易坏了。这个呢就是乐视电视机的一个通病，出现花屏、黑屏，大部分都是这样的问题。我们只需要这样操作就可以把它给修好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修一台
海信的47寸液晶电视机。这个电视机的问题是不通电，这个待机指示灯也没有。这种故障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这个电源板。通上电后，我们测一下这个主滤波电容300伏，看有没有。这有324伏，这个电压是正常的。然后我们再测一下这个5伏，5伏没有电，12伏也没有。现在这个主板整个都没有输出电，像这种故障一般都是电源没有起振。我们首先检查这一块，这个副电源这一块，重点检查它，然后把这个背面也检查一下，看有没有损坏的元器件。仔细检查以后，这块主板没有看到有明显烧坏的元件，然后反过来这块板子背面也没有看到有烧坏的。通上电检查一下这个电源管理芯片，看它的各角输出电啊，这个是第4角是324伏，第2角没有电，第1角也没有电，它的电压不正常。用风明档我们再测一下这个电源管理芯片，这个芯片好像这2个角已经击穿了，我们把它拆下来，然后具体的测量一下。然后我们再测一下这个电源块，这个电源块确实是坏了，这2角已经都击穿了。找了一个同型号的，现在已经装上去了，我们装到电视上试一下。现在我们通上电，这电视机现在已经开机了。我们看一下正面，已经正常了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再见。看一下，这是三洋洗衣机，通上电，点开机键，在这闪。主板问题，拆回去检测一下。这台三洋洗衣机主板拆回来了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主板，这2个电容鼓包了，然后这边防水胶也烧成这样了。我们把这个都清理一下，然后看看还有什么问题。把这个防水胶我给处理了，后边开了个洞。我们先把这2个鼓包的电容先拆掉。呀，太粘手了这个胶。哇塞！这是多大的电容？这是我看一下，25伏1000微发，这个是10伏1000微发，找2个合适的电容装上。现在把这2个电容都换上了，换好以后，然后我们把这边再处理一下，然后再上点防水胶，这边也抹上防水胶。然后把这个盖子再粘到上边，这个板把胶打好了，打上防水胶了这个板，然后这边也打上防水胶，把这个盖子又粘上去了。好了，现在装到机器上去试一下。现在把板子装机上。好了，可以了。现在电源板修好了。谢谢大家观看，欢迎评论加关注，再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像这种路由器是我们每家每户一般都用的。像这个我们买着新的以后，需要设置以后才可以正常使用。如果不设置的话，是不能直接使用的。如果是新路由器，我们直接设置就可以使用了。如果是旧路由器，我们需要给它恢复一下出厂，然后用这个顶针按在这个恢复处上这个位置，
这些灯全亮以后，然后这个就可以松开了。现在它已经就恢复出厂成功了。现在给大家讲一下，我们怎么用手机给它设置这个路由器。设置路由器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些网线都拽下来，只连一个电源线就可以。这个路由器的无线名称是 TP-Link 0176。我们在手机上搜索这个0176这个名称的 WiFi， 这个是没有密码的，我们给它连接上。连接好以后，我们用手机的浏览器登录这个管理页面 tplojin.cn， 这是设置路由器的管理页面。好了，我们在手机上操作一下，然后打开手机，点开设置，在这个 WiFi 这里搜找这个 TP-Link 0176，我们把它连接上，然后我们打开手机浏览器，输入那个管理网址 tplojin.cn， 然后我们设置一下这个路由器的管理密码，自己设置一个就可以了，不要忘记了，这个是以后方便自己调试路由器需要用的密码。设置好以后，我们点一下确定，到这儿点一下跳过万口检测。我们现在输一下宽带的账号和密码，然后下一步这个无线密码是设置 WiFi 的密码，我们设置一下，然后点一下确定。现在路由器就设置已完成了。这个路由器设置好以后，我们就要把这条网线，就是光猫上出来这条网线，插在这个路由器的万口。插好以后，我们再看一下手机，看一下应该就可以上网了。打开手机，找到 TP-Link 0176这个 WiFi， 我们给它连上。这里输上刚才设置的 WiFi 密码。好了，现在这个路由器已经连接上了，设置就搞定了。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个视频，就是台式机电脑不开机的情况。不开机分两种，有一种是摁完开机键以后，它没有任何反应，这些风哨都不转；另外一种情况是点开开机键以后，这些风哨都转，然后显示屏显示无信号。我们这个视频先讲一下这个点完开机键以后，风哨转动，然后显示屏无信号这种故障。这种情况分很多种，内存条有问题了，它也会出现这个情况。还有就是，如果这是个独立显卡，独立显卡有问题了，它也是点不亮屏幕。还有就是这个电源供电不足也会出现这个情况。还有就是 CPU 或者是主板有问题，都是这种。主板坏的也比较少， CPU 坏的就更少。大部分的问题就是内存条金手指氧化引起的，还有就是这个独立显卡金手指氧化引起这种故障。我们先检查一下这个内存条，我这个电脑是就这一条，我们先把它取下来，然后上边一个卡扣，下面一个卡扣，掰开以后，这内存条就拿下来了。我们可以用个橡皮在两面给它擦一下，如果没有的话，用一张普通的纸也可以。擦完以后，我们再给它装上。安装的话，一定要把它按到底，然后我们开机再试一下。如果问题还没有解决，像我这个是独立显卡，我们可以把这个独立显卡给它拽下来，这个下面是有一个卡扣，把它摁下去就可以。然后这儿个螺丝我已经拆了，然后往上一拔就掉了。大部分电脑这儿都有一个 VGA 口，就和这个口是一样的，这个是连接显示屏这个 VGA 线的。所以说我这个电脑它没有集成显卡，一般的大部分它都会有这种显卡的。如果有这种显卡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独立显卡拆下来，然后显示屏连接在这个集成显卡上面就可以，看它能不能正常开机。如果能正常开机，就证明是这个独立显卡有问题。再拿张这个纸，跟擦内存条是一样的，给它擦一下，再装上试试。如果能正常显示了，就修好了；如果还不能显示，就是这个独立显卡坏了。电脑点不亮屏，还有一种问题就是这个主板有静电，它也会引起点不亮屏。像这种故障，我们要把这个纽扣电池，我们把这个电池给它拿下来。这个卡头我们把它一抠就掉了。好，
然后把这个主机这个电源线给拔下来，然后我们按几下这个开机键，这样就可以把主板上的静电都可以放电了。然后把纽扣电池再装上，应该电脑就可以开机了。刚才我介绍的这3种情况，一般都能修好80%的台式机电脑。下个视频我给大家再分享一下，按开机键电脑没有任何反应，具体需要怎么维修。角磨机上面这个切割片用完了以后呢，不要扔。其实呢，我们只需要给它拧上一条螺丝，它的使用价值立马翻倍，非常的有用。这个功能，很多人都是这个切割片用完了以后呢，都是把它拆下来直接扔掉了。如果扔掉的话，还是非常可惜的。我们来看上面这个切割片已经磨得非常的小了，在使用的时候呢，就会卡到这边，根本没办法用，是吧？正常的切割片是这么大的，它变成这么小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切割片，我们给它先拆下来，只需要把它拆下来，拧条螺丝。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，我们看，把它拆下来以后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螺丝杆上面呢，先来给它垫上一个垫片，然后呢，把这个切割片给它放上去，接下来再垫一个垫片，然后呢，我们给它拧个螺丝母。拧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让这个中间这个螺丝在这个切割片中间的位置，靠中间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螺丝给它拧上。我们看，拧好以后呢，然后我们找到中间位置以后，然后我们把它拧紧了。我们看，拧紧了以后呢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把它装在手电钻上面。它呢，虽然在角磨机上不能用了，但是在手电钻上面还是可以用的。我们看，好，固定好以后，我们来看，一个小型的切割机或者是打磨机就制作好了。平时呢，我们切割一些小东西或者是打磨一些小东西，非常的好用。我们用它呢，先来测试一下，看一下，先打磨一下这个铁，试一下。你看，非常好用，是不是？打磨非常实用，你看，几下呢就把上面的铁锈给打磨掉了。然后呢，也可以用它来切割铁片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比如呢，打磨一些小东西螺丝刀或者其他东西也是没问题的。我们看，打磨螺丝刀，一些小东西非常好用。我们看，这是效果。这个就是切割片变小了以后呢，我们废物再利用的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。你如果把它扔掉的话，分文不值。这个非常的实用。好了，视频感谢大家观看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视频，就是我们家里边的这些音响坏了以后，具体需要怎么维修。前一段时间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漫步者音箱的维修视频，然后在评论区有好多朋友留言给我，他说他们家的音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故障。实际上有好多的人都这样问我，我也没有及时的给大家一一的回复，也有大部分都回复了。现在我用这个山水的音响录一个视频，给大家统一的在这儿讲解一下。我这个山水音响也有10几年了，这也是当时比较经典的一款。如果音响可以正常开机使用，一个高音喇叭不响的情况下，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这个喇叭，看它有没有损坏。我们找一节这个电池，然后在这个边这儿把这个皮给它拨开，然后把这个不响的喇叭这条线从主机后面拽出来。我们用个这个电池，然后这样接触一下，听到了吧？这样一直响，这样响的话就证明这个喇叭不坏，有嚓嚓的声音响。如果喇叭不坏的情况下，一般换一条这个音频线就能解决问题。这边是2头，是左右声道，每个声道是连着一个高音喇叭。如果它有问题的话，肯定也不会响的。音响有重音没有高音的情况下，一般都是这个高音电源器坏的比较多。如果不坏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把它拆开，然后在里边是弄点酒精，给它旋转几下，也可以修复。音响开机以后，然后一点声音如果没有的情况下，大部分都是这个总音量电源器损坏了。也可以把它拆开以后用镊子给它短接试一下。我上边发的那个视频，它有跟你说过怎么短接的。如果短接正常了，就是这个电源器坏了，这个坏的比较多。连接电脑的这条音频线，
如果质量不好的情况下，它会出现有电流声音或者是沙沙响的声音。这个喇叭的噪音特别大的情况下，我们首先要检查这条音频线，然后这个里边这个电源板上面的主滤波电容，它如果鼓包了或者有一些问题以后，它也会出现这个噪音特别的大。如果音响不能正常开机的情况下，我们首先要检查音响的这条电源线，然后再检查这个后面这个总开关，后面是有个开关的。如果这两个都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再检查一下主板上面的保险，然后再看一下主板上面的什么元器件烧坏了，用腕表测量一下，一般的都可以维修好。好了，音响的这些常见故障的维修方法已经介绍完了，我们下期见。今天才发现，原来把一个硬铜线绑在螺丝刀上面，给它通上电以后，居然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功能。这个功能呢，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有用。我们来看，就这样一圈一圈的把这个铜线绑在螺丝刀上面以后，然后呢，把这个硬铜线我们给它先拿下来。我们给它通电之前呢，首先呢，先给硬铜线呢，给它先拨出线头。我们看，把这边拨好以后，然后呢，另外这一端也给它拨好线头。拨好了之后，然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平时我们可以用个5号电池或者7号电池都可以。我们先比较长度和电池长短差不多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它先放到这边。我们来看，平时我们用的这个螺丝刀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，它的前面一般都没有磁性了。我们来看，当它没有磁性的时候，你看一点也吸不上去。没有磁性的时候呢，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，会非常的不好用。拧螺丝的时候比较困难啊，吸不上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硬电线快速的给它加磁。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。我们来看，把硬电线给它再弄到螺丝刀上面。我们看，把它弄上去以后，接下来我们就用这块电池。这电池呢，我们看这边是负极，这边正极。我们给它通电的时候呢，就是负极接在下面，正极这边一定要接到上面，因为上面这边是可以给它加磁的。我们来看，就这样呢，我们先把这个线给它修整一下。修整好了以后，我们来看，就这样给它通电。上面呢碰一下，然后断开，碰一下，赶紧断开，不要长时间。你看，就这样，一下一下的来，大概20来秒钟就可以快速的给这螺丝刀加磁了。这样加好磁以后啊，这个螺丝刀再用个1年，它也不会消磁，这磁性还非常的大。我们看，就这样加好磁以后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电线给它弄下来。接下来我们再来测试一下，你来看，很轻松就有磁性了，是不是？而且这个磁性非常的大，两个螺丝也可以立马把它吸起来，非常的好用，是吧？这个呢就是在螺丝上面给它绑个硬电线，通上电以后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，非常实用。好了，视频感谢大家观看。手机上这个部位，这个是手机的听筒，就是在我们打电话的时候，声音是从这儿出来的。为什么声音会变得越来越小？底部这儿是个喇叭，这儿是我们听歌的时候，或者是来电话铃声的铃声，都是从这个喇叭出来的。时间长了，这儿也会变得声音越来越小。这个小孔是个送话器，就相当于是一个话筒。在通话的时候，别人听着你说话的声音特别小的情况下，一般就是这儿的问题。难道是听筒、喇叭、送话器它坏了吗？实际上它不会坏，这个坏的几率是非常小的。凭我10几年修手机的经验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具体需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解决的方法也非常简单，实际上听筒、喇叭这些外面都有一层防尘网，它这外面这个灰尘是越来越多，把这个防尘网给堵住了，所以说我们听的声音就会变得越来越小。这种问题不需要去手机店花钱维修，我们自己就可以在家就能修好。解决方法也非常简单，我们找一个不用的牙刷，最好这个牙刷毛要那种硬的，因为硬的话刷的比较干净。然后我们准备一点95的酒精，95%的酒精它比较纯，然后含水量少，容易挥发。如果没有的话，75%的酒精也可以。我们蘸点酒精，然后这个手机在扣着情况下，我们刷一下这个听筒，这样倒着刷。一般倒着刷，酒精不会留在这个听筒里边。刷的话，多刷一会儿，把这个给它都刷干净。
然后给这个松花器口还有这个喇叭口也给它刷一下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听筒已经刷得很干净了，还有这个喇叭和松花器也都刷好了。然后我们用吹风机给它吹干就可以了。现在声音小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试一下，方法绝对好用。喜欢的朋友来个转发、点赞、加关注，再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方法，就是我们手机的画面怎么投屏在这个投影机画面上面。我这个就一样，已经投上去了。要想实现投屏功能的话，首先这个投影机需要是智能的。如果不是智能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。我这个投影机就不是智能的。不是智能的情况下，我们首先要准备一个智能网络电视盒，就这种，像我们家里边看电视一般都用这种智能网络电视盒。这个电视盒后面是一个 HDMI 的高清口。如果你的这个投影机后面也有这个高清口的情况下，我们连一条这个线就可以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像我这个投影机没有这种口，我们可以用一个这个导线，这个就是 HDMI 转成 VGA 口的，我们用一条这个线插在这个电视盒的后面，然后这边插在这个 VGA 输入口这边，这样连好以后它是没有声音的。然后我们需要在这个口插个音箱线，声音从音箱里面出来。这样接好以后，然后我们把投影机打开，这个投影机就可以变成是一个智能投影机了。我们拿出来手机，然后把投屏功能找出来。一般的手机都有投屏功能，我的这个是用的是这个网络电视盒嘛，我们就连上这个电视盒，一会儿画面就可以出来了。再等一下，好了，现在这个画面已经出来了。我们放一个西瓜视频，找个电视剧看一下。好了，这个画面已经投上去了。如果你手机不带这个投屏功能的话，可以下载一个投屏软件也可以。好了，视频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点关注，再见。我们把 PU 瓶盖塞到电钻里面，居然这么厉害！它在生活当中啊非常的有用。我们来看，这是一个 PU 瓶上面的盖子，我们把它这样给它塞到电钻里面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这盖给它先拿下来。我们看拿下来以后，然后呢，我们用钳子先把这个瓶盖给它修整一下。我们把这边这一圈给它用钳子就这样给它捏一下，先捏一圈。我们看用钳子捏也行，或者是用锤子给它砸一下也行。砸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切记不要把这个瓶盖给它砸得太平了，如果砸得太平的话是不行的。我们看只是大概给它修整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接下来我们把它放到这边，然后把这个电钻上面我们给它先安装一个，先装一个钻头。接下来呢，用钳子把这个瓶盖夹住，夹住了以后，我们用这个电钻在瓶盖中间的位置给它先打个孔出来。钻好孔以后呢，然后呢，我们用一个螺丝杆找个螺丝杆，再找个螺丝帽，我们把它拧上面。在这呢，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螺丝杆给它固定牢固了，我们用钳子夹住它，再用螺丝刀给它就这样拧紧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把这大概给它就这样再给它修整一下。好，修整完以后呢，我们把它拧在电钻上面，先把这个钻头给它拿掉，把它装到电钻上面。我们用它可以做什么呢？你看，假如一些狭小空间，我们假如呢角磨机不能切割这个管，或者是想要切割这木头的时候，角磨机根本放不进去的时候，狭小空间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切割了。方法呢非常的好用，我们来看，先看一下这效果。现在它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切割机，切割一些小东西还是非常方便又好用的。我们看一个非常好用的小切割机就做好了，是不是？来切割这种 PVC 管或者想切割木条都是非常好用的。来看也是非常不错的，非常的实用。
这个就是把啤酒瓶盖塞到手电筒里面，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前段时间我从一个培训班里边收了一台日立的投影机，这台投影机客户说显示亮度没有以前亮了，然后效果也不好了。我给客户说这台机器出过尘没有？他说一直没有出过尘。我说出下尘效果会好一点。他说不要了，直接就卖给我了。他已经买着新的了，所以我就收回来了。然后我把这台机器除了下尘，感觉效果还是挺好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机器，这台是液晶投影机，它是有3个液晶片，就是红、黄、蓝3种。目前市场上的投影机一般就是2种，一种是液晶机，另外一种是 DLP 的。液晶机的效果比较好，因为它的对比度比较高。这台机器出厂到现在已经10几年了，亮度是2600流明。后边这2个蓝色的是 VGA 输入，这个是输出，然后这个是声音输出，2个声音输入，这几个是 AV 输入。这个侧面这里是个投影机喇叭，然后这儿是个散热过滤网。这个镜头还不错，然后外观一点也没有磨花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开机看一下效果。这个效果是不错啊，因为我刚除完尘，里边机器非常脏，现在效果看着挺好。现在是白天，如果晚上的话效果会更好。我这个是100寸的幕布，现在因为这个距离比较近，所以没有打满屏幕。这个镜头已经调的是最大了。如果是在家玩的话，这个亮度是可以的。这台机器已经10几年了，买回来以后自己除了除尘，就现在这个效果，花了150买的。朋友们说一下这个价格值不值？欢迎大家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现在修一台台式机电脑，这台电脑问题是它原先这一块固态硬盘坏了，现在是电脑不认硬盘了，我们要给它换一个机械的，换完以后做个系统。硬盘换好以后，我们把这个系统 U 盘插到电脑后面，插到这个 U 口就可以了。然后就开始做系统。这个是华硕主板，我们开机点这个 Delete 也可以，一直这样点，然后点这个启动项，启动菜单。这个是500G 硬盘。这个是我那个系统 U 盘32G 的，这样点也可以，这样就进到我这个 PE 工具里面了。还有个简单的方法，就是一直点 F8，F8 是华硕主板的 U 盘启动项，这是个快捷键，一直在长点 F8。然后出来，然后我们选最后一项 USB 这个就是我那个系统 U 盘，点一下它，这样也可以直接进到 PE 里面。然后这是这个旧电脑，我们选择这个 Win2003 PE， 点回车键，进到 PE 以后，然后我们给它分下区，点一下这个分区工具。这儿有个快速分区，给它分4个区吧。C 区让它稍大点，调个80以后，然后储存东西多点呢，然后点下确定，点是。你们做的话，一般就不需要分区，如果分区的话，资料都没有了。
分完区以后开始做系统。这有个一键装机，双击这个。这电脑是4G 内存，我们给它装个 Win764位。选好以后点执行，点下试。现在系统开始往硬盘里面正在购，如果购完以后就可以安装了。好了，系统复制到硬盘上以后，然后它问操作是否重启电脑，然后把 U 盘拽掉，拽掉 U 盘以后点确定，它就开始重启，开始安装系统。现在系统就开始自动安装，不需要任何操作。系统做完以后，它要重启，重启一下，然后系统就做好了。现在系统做好了，然后我们检查一下驱动，然后打开这个管理这儿，然后点一下设备管理器。这儿如果有感叹号的情况下，就是有驱动没有装好，没有装对。现在没有感叹号，驱动都装好了。好了，这台电脑系统装好了，谢谢大家观看。不用的壁纸刀片或者是报废的壁纸刀片，我们给它接上2条线，它的使用价值立马翻倍，在生活当中啊非常的有用。我们来看，首先呢，我们先用电工胶带把刀片上面这个电线给它先粘一下。我们这样给它粘牢固了以后，接下来把这边也给它粘一下。我们看，就这样把2条线都给它粘好了以后，接下来我们再找几个这样的木头条，找一个薄厚差不多的，不能太薄了，就这个可以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夹在这2个刀片中间。我们看，这样夹好了以后，然后呢，还是用这个电工胶带。我们给它固定一下，先把这个刀片给它对齐，对齐了以后，然后呢，我们看，哎，这样前边给它固定一下，然后呢，在这个后边再给它固定一下。我们看，就这样制作好以后，我们用它可以做什么呢？来看，像冬天啊，我们用水的时候。没有热水怎么办呢？其实啊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来烧水了，烧水速度非常的快。我们把它放到水里面来测试一下。你看，刚烧一会儿，这个水马上就要开了，升温速度非常的快。冬天我们用它来洗脚、洗脸或者洗头，用热水非常的方便啊。用热水的时候，在使用的时候呢，最好啊加上这种漏电保护开关，这样才会更加安全。对于一些不懂电的一些新手朋友，切记啊，千万不要去模仿。烧水的时候用这个盆啊，一定要用塑料盆，千万呢不能用金属盆。像70年代的时候啊，还没有热水器，在烧热水，冬天用热水的时候，很多呢就是工地电工就是用这个方法烧水，速度非常的快，也非常的好用。切记啊，新手朋友切记千万不要去模仿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收了一台创维的液晶电视机，这是32寸的。这台电视机也非常老了，我们看一下。这个边儿这么宽，然后这边是喇叭更宽，这边2边都是一样的。这电视机也最少也得有个10来年了。外观看的话，这个也非常厚，看下这个厚度有这么多。20块钱收的，这台机器客户说是有点问题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他也不可能20块钱卖给我。他说开机以后这个屏。他说闪屏，然后我们开机看一下。打开电视机以后，我们看到这个画面，它好几个颜色一直在这儿循环的在这儿显示。像这个情况，一般的都是这个电视机进到工厂模式了。这种情况，我们就需要用原装的遥控器给它退出工厂模式。如果能退出了，就证明这电视它没问题，还能。就是好的，关键现在也没有这个遥控器，我到时候从网上淘一个这个原装的回来试一下。
如果退出以后还是这个样子，那就是这个主板坏了。小问题的话，我们给它修一修；如果大问题的话，这个电视机就把它还当废品给卖了，应该还可以卖20块钱，也不亏。朋友们说一下，这个20块钱我现在收的，它值不值啊？我感觉它应该是赔不了钱这个。好了，视频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等买着遥控了，我们再见。